Hello，大家好。4月份加拿大的房屋销量继续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都是卖房的人少，买房的人更少，房子的流动性大不如从前了。一起来看看几大城市4月份的市场数据。大多伦多地区4月份房屋销售量为7531套，环比增长约 9%， 但比去年销量下降了 5.2%。去年4月份的销量又比前年，也就是2021年4月份下降了 41.2%。新挂牌量同比下降了 38.3%， 基准价格同比下降了 12.1%。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价格为1153269加元，同比下跌了 7.8%， 较3月份有所上涨。独立屋的价格同比下跌了 8.3% 至1489258加元。半独立屋下跌 9.8% 至1135599加元，联排别墅下跌 3.2% 至986121加元，公寓下跌 8% 至724118加元。除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4月份，蒙特利尔刚刚经历了自2000年以来销量最低的4月份，上个月销量为3755套，同比下降了 26%。去年4月份的销量又比前年下降了 17%， 新挂牌数量下降了 11% 至5464套，中位价格同比下跌了 8% 至72万加元，单户住宅中位价格下跌了 7% 至54万加元，公寓则下跌了 5% 至39万加元。然而，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所有房地产类别的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但同时，他们认为继3月份大有希望之后，4月份的销售活动令人失望，活跃挂牌量的上升趋势仍在继续，原因是销量较低。蒙特利尔4月份上市房源总计16456套，增长了 61%， 单户住宅增幅最大，高达 75%， 公寓和 Plex 紧随其后，增幅分别为 57% 和 40%。 大温哥华地区4月份的房屋销量同比下降了 16.5%。去年4月份房屋销量又比前年4月份下降了 34.1%， 因为新挂牌量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当月销量为2741套，比10年平均水平低近 16%。 大温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上个月达到了1170700加元，同比下跌了 7.4%， 环比上涨了 2.4%。 上个月新上市房屋数量为4307套，同比下降了 29.7%， 比10年平均水平下降了 22%。4月份独立屋销量达到了808套，同比下降了 16.3%。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915800加元，同比下跌了 8.8%， 环比上涨了 2.9%。联排别墅销量总计500套，同比下跌了 13.5%， 基准价格为1078400加元，同比下跌了 6.1%， 环比上涨了约 2.1%。公寓的销量达到了1413套，同比下跌了 16.5%， 基准价格为752300加元，同比下跌了 3.1%， 环比上涨了 2%。 卡尔加里4月份的房屋销量为2690套，比去年下降了 21%， 比去年2月份下降了 47%。去年4月份卡尔加里的销量还没有现在那么低，去年4月份的房屋销量比2021年4月份增长了约 6%。销量较低的原因是房源较少，4月份挂牌数量为3133套，与去年相比库存下降了 34%， 比4月份的长期平均水平低 45% 以上。4月份的房屋基准价格比3月份上涨了 2%， 比1年前上涨了 1.19%， 至530900加元。但是平均价格下跌了近 8%， 至506685加元，价格仍低于2022年5月的峰值。根据 CMHC 最新的住房市场展望，加拿大房价将持续下跌至2023年年中，然后触底反弹，并在2025年再次上涨。虽然2023年的平均房价最终将低于去年的水平，但是供应不足和需求增加将加剧住房负担能力的挑战。最近，商业地产分析公司 Costa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加拿大办公资产价值可能会出现 50% 的回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即将面临衰退。皇家银行本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由于面临经济衰退，预计到2024年初，失业率将攀升至 6.6%。
这将使更多的加拿大人陷入抵押贷款拖欠和资不抵债的境地。随着疫情相关的经济救济措施基本结束，加拿大生活成本飙升，未来1年抵押贷款拖欠率可能会持续飙升。皇家银行认为，未来3年消费者破产可能会增加近30%，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可能在此后保持上升的趋势。皇家银行认为，疫情期间加拿大人财务状况的显著改善是不可持续的，情况正在急转直下，预计未来几年经济环境仍将面临挑战。但是皇家银行认为，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不大。疫情并没有阻止加拿大人疯狂举债，到2021年底，加拿大人的债务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从那以后就一直保持高位。在过去1年里，利率飙升，加拿大家庭的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政府支持计划结束，生活成本随着通货膨胀而飙升，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无法偿还突然膨胀的债务。经济衰退可能会引发更高的失业率，皇家银行预计到2024年第1季度，全国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5% 上升到 6.6%。从历史来看，失业一直是导致加拿大拖欠贷款和消费者破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会导致抵押贷款拖欠率上升，失业率上升，更高的利率和更重的偿债负担可能会在明年推动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破产。即使劳动力市场复苏，利率可能会在中长期内继续走高，破产率仍将保持上升趋势。未来3年，消费者破产可能会增加近 30%。创纪录的债务使加拿大人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利率都更加敏感。过去加息的影响在未来几年持续给抵押贷款借款人带来压力，因为他们可能会以更高的贷款利率续签抵押贷款合同。由于通常的抵押贷款合同期限为5年，所以这种风险可能将持续到2027年。最近，拥有15000名成员的抵押贷款行业协会向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在利率升高的环境下收紧限制会产生风险，会将普通加拿大人赶出联邦监管体系，使他们转向风险更高、成本更高的抵押贷款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现在转向替代和私人抵押贷款融资方案，但是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却不那么认为。他们在最新的年度风险展望中指出，房地产市场是最大的金融风险来源，因为高利率会带来更高的违约率。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负责人最近表示，硅谷银行的倒闭敲响了警钟，这预示着未来将面临麻烦。房地产市场低迷将进一步加重本已负债累累的借款人的负担。随着利率上升，抵押贷款的摊销期限更长。当抵押贷款续期时，银行往往会将摊销期限重置为初始条款，从而导致月供还款突然增加。他还强调了维持抵押贷款压力测试的必要性。他认为这项措施有助于保护市场免受抵押贷款拖欠的影响。与此同时，加拿大央行已经在为6月份加息做准备。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今天表示，通货膨胀有可能严重高于加拿大央行 2% 的目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央行准备进一步加息。这与我之前的判断完全一致。近期，央行为了实现腾笼换鸟计划，暂停加息，目的是给今年的房产市场春季旺季让路，好让高杠杆、高风险群体尽快套现离场。但是从市场数据来看，加拿大央行的这一计划可能已经落空。一方面是因为割肉套现容易，但是高位套现很难，大家都想着高位套现，而不愿意割肉离场。想高位套现就必须有火爆的牛市来支撑。虽然经济们个个都很努力，但是仍未烘托起牛市，因为房价已经严重脱离了经济基本面，超过了人们的负担能力。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即使房价出现2位数的下跌之后，加拿大的典型房价仍比中等收入家庭借贷能力高出了 26%。牛津经济学家表示，虽然房价下跌导致负担能力在过去1年稳步提高，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买房仍然遥不可及。据统计，加拿大房主的生活成本自去年以来飙升了 58%。就拿多伦多来举例，平均房价为1054563加元。购房者在支付了 20% 的首付之后，还需要843650加元的抵押贷款。按照 4.24% 的利率来计算，这实际上比现在的利率要低。贷款成本再加上其他生活开支，新房主的总费用每月高达7133.69加元。每年需要大约85604.28加元，这样一来，年收入必须达到122000加元才能维持生活。随着加拿大央行6月份恢复加息，市场转变在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